どうやら最後に剣を収めるつもりはないのですわね。トランザム，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新之武王嘅頻道，又係我 KL 啊。今次呢，就講下一隻比較少人識嘅高達 VS 類遊戲啦，敢達真風對決。敢達真風對決呢，就係由上海嘅 Bandai Namco 進行開發，然後就由上海海鷹網絡科技去發行同埋營運。咁呢個 game 呢，就喺2017年嘅4月左右公佈，7月就推出試玩會，到12月29日呢，就宣布全平台正式推出。咁佢基本上呢，就係大部分嘅 EXVS 嘅元素將佢擺咗落去之餘呢，就撈埋呢個育成同埋課金系統嘅高達 VS 遊戲啦。咁遊戲入邊嘅操作呢，同 EXVS 都非常之近似嘅。例如呢，佢都係標準嘅2v2 遊戲啦，格鬥入邊亦都可以紅 can 啦，又有覺醒系統等等啦。咁呢，玩家嘅機呢，就唔會再有 cost 嘅限制啦，就變成每隊都有6格嘅限額為呢個戰力值。咁我方每死一步呢，就會扣1格，扣晒呢就會輸啦。咁玩家呢，就要將4部機呢組成一隊機組咁去上場參戰。咁你第一步爆咗呢，就可以選擇用其餘嗰3部。咁喺競技場嘅2打2下面呢，爆咗嘅機呢係唔可以再拎出嚟用嘅，即係意味住呢，你得1部機勁係冇用嘅，你都要4部機勁先有得打嘅。咁由於冇咗 cost 值啦，咁所以呢，本身 EXVS 講嘅體力調整呢，亦都會變成呢個戰力調整啦。例如當我方剩低1格戰力嘅時候呢，我哋就要確保自身嘅機同隊友嘅機呢都係喺滿血嘅狀態。如果唔係呢，血量低嗰個呢就好容易俾對方集火到輸啦。咁另外啦，手機上面嘅敢達嘅連線方式呢，同 EXVS 都好大分別嘅。以往 EXVS 呢係靠 PS3 或者 PS4 嘅 Ad Hoc Party 入邊嘅 P2P 連機模式。咁遊戲入邊呢，4個玩家就會互相各自咁通訊訪問。咁其中一個玩家如果同另一個玩家嘅通訊即係嘅連線有延遲嘅時候呢，咁就會導致成場嘅玩家都會叻晒噶啦。咁而敢達呢，就係利用騰訊嘅 Cloud Server。咁遊戲入邊呢，4個玩家就各自同佢哋嘅 Cloud Server 去做通訊。咁所有嘅 in-out 嘅 data 呢，都會由 server 去統一再回應翻俾各自嘅玩家。咁所以呢，就算有一個玩家叻機呢，都只係佢嘅事，而唔會影響到其他3個玩家嘅。而細微啲講啦，敢達嘅落地硬直呢，就一般比 EXVS 大好多嘅，而且子彈啲誘導呢，仲更加勁添。咁用格鬥打落個盾度呢，就會因為出現硬直呢，而對方就可以直接用格鬥或者射擊去 cancel 打翻你一套。咁仲有就係啦，由於着地嘅硬直好大，尤其是 overheat 嗰陣呢，你將敵人打到單咗之後呢，對方係可以好快咁起身打翻你一套，而當時你仲因為 overheat 嘅硬直企咗喺度喐唔到嘅，咁啊變到好似強行回合制咁樣。仲有啲例如 step 會強制面向正面嗰啲嘢啊，都係將 EXVS 嘅操作簡化之後放入電話度玩嘅。咁機體方面啦，到2020年6月為止，一共有151部機，平均1個月就會出3部新機，即係有1部活動機、1部3星嘅新機同埋1部嘅限定。入邊有啲機都係 EXVS 2都未出過嘅，例如 Xia Repair R4 啦、獨角獸3號機鳳凰啦、紅霸、自護高達、地球3型高達等等嘅。咁喺成隻 game 入邊啦，機體就會有等級之分，同埋會有唔同嘅屬性。首先會有分龍機、新機、限定。龍機就係遊戲運營之前就已經出咗嘅機啦。咁而新機呢，就包括主題月嘅活動機、3星新機同埋只有喺商店先兌換到嘅機。最後就係限定啦。咁而屬性就會分近、中近、中遠同埋遠距離嘅。每部機都有各自佢嘅屬性。從字面上可以理解到嗰部機喺佢自己屬性所在嘅距離下先可以發揮到嘅實力嘅。遊戲入邊，玩家會作為一個指揮官，需要去靠對戰升 level 嘅。機體同機師都會跟住指揮官當前最高嘅 level 嚟升，就會有相應嘅強度增加。最高可以去到30 level 就封頂啦。另外頭先講咗會有育成要素啦，機體同埋機師係需要收集碎片去進行升星嘅，最高升到5星。要收集碎片或者機體最快嘅方法一定係用卡去抽機，每部機抽出嚟都有佢唔同嘅初始升級。龍機都係1星或者2星起跳嘅，主題月活動機就會以2星起跳，而某啲只有商店兌換嘅機就會由2星或者3星起跳。新機同埋限定機都會以3星做起跳嘅。
而佢個抽機詞聲稱每10出就會必出機體，但係95% 嘅機會都係出龍機，尤其是係1星機起跳嘅龍機嘅。咁當重複抽到啦，重複嘅1星呢抽到會變成7個碎片，2星重複會換成15個碎片，3星重複抽到會換成25個碎片，而機師重複抽到會換成15個碎片。咁而當你收集到足夠嘅碎片呢，都可以用嚟激活個機體或者機師嘅。例如1星激活就需要15個碎片，2星激活就需要25個碎片，3星激活就需要65個碎片，而機師激活呢就需要25個碎片。簡單統計一下呢，由1星升到5星嘅機體呢係需要355個碎片，當中3星到4星已經要100。而4星到5星更加需要200個碎片，係咪好漫長呢？而機師都不在話下，由1星升到5星係需要230個碎片嘅。以遊戲入邊課金買石嘅價錢嚟計呢，一般活動機都會用抽獎嘅形式去進行嘅。咁大概呢4000到5000蚊人仔呢，你都已經可以將一部活動機呢抽到滿星噶啦。咁而依家啲新機呢都係3星起跳嘅，咁就51抽就做保底，抽滿佢呢就要663抽。即係84864石，即係等於13次嘅648蚊人仔課金，總數呢就係8424蚊人仔。而機師呢就1星起跳嘅，31抽保底，需要527抽，即係換句話講就係35836石。呢個就等於6次嘅648蚊人仔嘅課金，咁總數呢就係3888人仔。咁即係話呢，一部滿星嘅3星新機，你要即刻抽滿佢呢，係需要12312蚊人仔嘅。咁輪到限定機啦，限定機呢就比3星機呢多咗70抽做保底，即係總數121抽。咁一部限定要121抽先有嘅情況下呢，你要抽13次呢先可以將一部限定去升滿嘅，即係總數呢就1573抽，亦即係換轉翻呢就係有201344石。就等於31次嘅648蚊人仔課金，總數呢就係20088蚊人仔啦。咁而機師呢，就同3星嘅新機一樣嘅個價錢，都係3888蚊人仔。咁總數呢，要抽滿一部滿星嘅限定呢，係需要24000蚊人仔嘅。24000蚊人仔啊！一部限定嘅價錢呢，都夠我砌一部 i91090K 再加埋 RTX 2080 Ti 嘅台機啊！或者可以俾2個人豪遊日本7日，你仲要每個月都出一部咁嘅限定，究竟要幾多錢先得呢？咁其實啦，升一部機除咗要用上述大量嘅金錢換時間嘅方法之外啦，咁其實亦都可以用啲少量金錢但係大量時間嘅方法啦。譬如話每個月可以用128蚊人仔購買30個哈羅碎片，呢啲哈羅碎片呢，就可以代替所有嘅機呢做嚟碎片用嚟升星嘅。買夠10次，即係1280蚊人仔呢，你就可以將一部限定升到上5星啦。但係你就需要10個月嘅漫長等待。更甚啦，如果你1蚊都唔貨啦，你都可以儲夠20萬點券去換成呢啲抽機卡，去將一部限定去抽滿嘅。但係呢20萬點券呢，係需要大約用2年嘅時間你先可以儲到，而且你仲要每日打晒遊戲入邊俾你嘅福利，你先至會有喎。呢啲點券呢，喺呢2年入邊呢，仲要係乜嘢都唔換得。嚴格嚟講，你唔課金，你就用你肝嘅功能去換取遊戲入邊嘅嘢，不吃不喝2年先至可以換到。你以為你打 EXVS 勁，所以喺咁達都可以屌打所有人？咁你係錯啦！你唔課金嘅話呢，就淨係得飛西啊、龜霸啊、暴風啊、薩蒂利啊、老虎呢堆俗稱龍機嘅垃圾俾你用，因為佢哋係最容易靠遊戲入邊所謂嘅福利去幫你升滿佢嘅。你以為你嘅空氣立回已經去到日本技術？人哋課金嘅機喺你未捉到人哋落地之前就已經無啦啦打中你，或者當你以為可以格到佢嘅時候，一堆帶住無賴嘅射擊武裝或者霸體格鬥，永遠係唔會俾你用龍機格得中佢嘅。而且你唔課金，淨係靠遊戲送碎片嘅渠道去將機體養到滿星呢，係需要花費大量嘅時間。大約半年左右呢，你就可以將嗰堆捱打嘅龍機呢升到滿星啦。然後呢，你就會由一個豆袋變成一個完整嘅沙包，進入你嘅捱打之路。你以為你課少少金，將啲機體推晒上5星就可以屌打所有人？咁你又錯啦！
除咗上述嘅機體由1星升到5星需要大量嘅碎片同資源之外，另外呢個 game 仲有一個叫做戰艦系統嘅嘢。船長嘅技能呢，佢除咗可以幫你減格鬥嘅傷害啦，或者射擊嘅傷害之外呢，仲可以揀去幫你間唔中將條 laser 射落人哋度嘅。咁而佢啲船員呢，仲會針對啲格鬥、光速同實體嘅強化，要由玩家進行取捨嘅。戰艦同船員嘅獲取，仲有升級，都要用到極大量嘅資源同時間，目的就係要你一直煲呢個 game 落去。而且呢，佢仲有一個改造系統，就係將你啲機體嘅技能或者屬性再去強化。咁改造呢，就有分1、2、3改嘅。龍機嘅 A 型 level 1、2改造材料係最容易儲到嘅，而新機需要 B 型。如果係限定去到3改，就需要 C 型嘅 level 2改。你唔課金呢，改造嘅資源呢就要大半年時間先儲到嘅，因為嗰啲 level 3嘅限定材料呢，要靠航空港呢日日咁去刷，除非呢你就唔想刷，就會課金買石去換翻啲時間翻嚟。好啦，到你辛辛苦苦啦3改完你部機啦，咁然之後可能呢官方又會出啲新機嚟屌打你喎。而且之前呢，有直播測試新機嘅玩家呢，係使用由官方提供俾佢嘅帳號嘅時候呢，就俾啲眼利嘅觀眾發現原來佢仲有啲改造材料係 level 4同埋 level 5嘅，即係可以好明顯嘅話呢，未來呢可能仲會有呢個4改同埋甚至乎係5改嘅。你以為你一嘢放落去，將啲限定同所有嘢都推晒上滿星就可以屌打所有人？咁你又大錯特錯啦！呢一隻 game 呢係毫無平衡性可言嘅。你依家放滿嘅機都未必有強度嘅保證，唔好以為主角機就一定勁。例如獨角獸啊、正義啊、New 啊、Reborn 啊、熾天使，甚至乎啱啱出嘅 EXS 高達，都係掛住限定價錢嚟賣嘅廢機。依家新出嗰啲機，部部都可以屌打佢嘅。Ambion 入邊細個就中意 Reborn 嘅玩家，就可以睇下呢部嘢喺錦搭入邊係有幾咁垃圾。哦，你啱啱課咗3萬蚊升爆咗部限定 EXS 啊！恭喜晒你，你又多咗一部用嚟捱打嘅廢機啦！截至目前今年6月，限定最勁嘅機呢，有民主高達、有地獄死神、有鳳凰，而曾經最勁嘅機呢，就有 Double Orizer、智天使、GP03D、V2 Assault Buster、Wing Gundam Zero EW 同埋沙薩比呢幾部呢，都已經俾官方下收咗。間唔中仲會偷偷地改廢少少嘢，唔話俾你知添。亦即係話啦，你就算課咗部超勁嘅限定，我俾盡你威夠9個月，就會俾官方改到你打唔過啲新出嘅機體，強迫你再課啲新機嚟追隨住佢強勢嘅版本環境轉變。仲有 Bandai 呢，要為咗將佢嗰期賣嘅模型啊、Robot 雲啊、Metal Build 嘅機呢做到神一樣嘅強度嗰陣呢，係可以連自己老母俾人死都在所不惜嘅。嗰啲一堆狗搭8嘅三國活動機啊，因為就開正咗我大中華文藝作品嘅路線，所以呢個強度就可以高到不能想象。而且佢只不過係活動機嘅啫，你課幾千蚊呢，就可以將佢課到滿星。咁而呢3部三國機呢，絕對就係為咗嘔心玩家而存在。佢哋嘅武裝就好似 Cancer 一樣，但係當你用過呢3部嘢之後呢，基本上同9成以前嘅機體同你打呢，你都係唔會輸俾佢哋嘅。喺最初期嘅錦達呢，子彈就好似鬥獸棋咁樣。光速就食實彈，水喉就食光速咁樣，然後冇幾耐呢，就多咗一個防禦盾，即係好似德天使啊或者神高達嘅分身咁會擋呢個遠程攻擊。但係然後當呢個 Tri Burning 同三國 Cancer 呢3部垃圾出咗之後呢，就多咗一樣嘢叫做遠程格鬥，即係話佢有射擊嘅屬性，帶有判定同誘導，而且仲可以穿過晒所有實彈光速，甚至乎係照射，而且護罩係更加擋唔到呢樣嘢嘅。你老味。佢啲射器又大又橫，起手又快，明明呢3部嘢寫住近戰嘅，結果佢啲射擊性能仲勁過啲槍機。孫權呢部嘢3改完，按8份比傷害，一個狗頭炸落嚟，再加一個小朋友齊打交嘅劍氣，兩嘢就打你3000血。某一啲機呢，你將佢升滿星，個戰艦推到最高 level 呢，你都可以推到上去8000血嘅。但係3000血咁樣打埋嚟，即係你中兩嘢，你唔死你都變殘。另外仲有 Master 嘅可以6鎖就可以打到你麻痹企定定，可以話係全 game 入邊最勁嘅浮游武裝。電影彈仲有高誘導、勁快起手，仲加上霸體，而且改造之後呢，電影彈仲會變成2發。不過呢樣嘢都未叫離譜嘅，最恐怖呢就係2下 Darkness Finger 呢，咁啊勝為5000血啦。冇錯，係2下 Darkness Finger， 3秒唔使嘅時間就打咗你5000血。換成 EXVS 嘅傷害呢，即係等於你一部3000機一夜就俾人打咗400傷害咁嘅樣。而且呢一招呢係幾乎係冇 CD， 係可以狂出嘅。
然後就到呢個想變成小鳥嘅鳳凰啦。咁佢 NTD 開咗之後呢，佢可以開住呢個浮游盾模式呢，然之後就可以冇腦咁樣壓埋你。因為佢啲浮游盾呢係會自動幫你反擊嘅，就算你唔好彩俾人格中咗呢，啲盾都會幫你救機嘅。然後佢就可以一個魔光波車埋你度，恭喜晒！你又有6秒時間可以淨係用主射同格鬥，其他所有嘢都禁晒。就算你盾擋咗呢，一樣照樣封技嘅。然後呢，佢就可以一個反自轉身飛翻去老鏈咁遠，咁等佢招魔光波嘅 CD 翻嚟。佢仲有招脫離技，就係當你去被格中嗰陣呢，佢又可以一次過用晒3次反自轉身去換一次自我救機嘅。你話無賴啊？不過講無賴呢，一定少不了要講埋地獄死神出嚟。平時打開 EXVS 你都知啦，啲隱形機呢最多都係變成6鎖甩 lock 嘅狀態啫嘛。你老母咁打呢個隱形可以隱到連個 lock 都冇埋嘅，呢招真係好還原喎。但又唔見你還原下 Turn A 嘅滅世月光碟出嚟呢？呢一隻咁嘅狗屎垃圾 game 咧，絕對可以刷新你呢個人生三觀嘅。平時你見到嗰啲 MA 啊，都係 boss 咧先可以見到嘅，但係你冇睇錯，喺呢度嘅 MA 係可以用嚟落場參戰嘅，好似 Narrative 嘅 A 裝啊、金訓啊，仲有 GP03D 咧都可以用嚟打嘅。而且佢仲可以繼承翻 MA 嘅獨有長期霸體啦，同埋呢個4倍單值。咁呢隻大怪獸咧，曾經喺上年嘅環境咧係稱霸戰場嘅。可惜依家官方有一堆暗削之餘呢，仲有一堆高傷害嘅 Cancer 機，打到呢冇人敢拎呢堆嘢出嚟用啦。依家你再用 MA 呢，就同大型嘅靶係冇任何嘅分別。然後就到呢個石蒙力維杜爾啦，人稱大人馬。咁首先佢招破滅魔劍呢，雖然就唔係好還原嘅，但係絕對係稱得上魔改中嘅極致。先嚟睇下佢嘅屬性啦，無法被防禦，即係所有嘅盾同護罩都冇用，打中就即刻麻痹。擊中之後仲要有減速50%，而且呢個減速呢仲可以搭住咁上嘅，即係換句話講，2部大人馬就等於100% 減速啦。如果你俾2部大人馬打中減速呢，你係唔會飛得喐嘅。如果你係地走機就仲慘，你就會變到好似跑步機一樣，然後就企定定繼續捱打。雖然依家官方已經將呢個50% 改成25%，而且呢個疊加都已經冇咗啦，而2發亦都減為1發。但係佢仲有全 game 最強判定嘅盾衝，冇錯，盾衝仲要好撞得，而且係冇起手，一嘢就好似隻牛咁撞埋去。你只有拉盾呢，或者霸體格鬥呢，先可以贏到佢嘅。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佢仲有啲破滅魔劍係可以打穿你個盾嘅。你舉盾呢，就等於俾機會佢射你。最嘅就係呢，佢嘅覺醒技特別搞笑嘅，人哋嘅覺醒技呢，佢哋全部都係放大水喉啊，放下啲亂舞覺醒技啊，或者單發霸體格鬥咁樣噶嘛。佢嘅覺醒技呢，就係強制同你選定嘅目標去單挑，其他人都唔可以介入。而且發動期間呢，佢全程自身呢係光速免疫嘅，而且敵方呢後飛速度大幅降低，上升耗氣增加。你同呢部嘢隻抽就等於我廢你對手，叫你用隻腳同我打高達一樣，咁樣都叫決鬥？咁鑑於啦，有經驗嘅玩家呢，都會識得去用長時間去囤積一啲哈羅或者其他資源嘅。咁上海嘅 Bandai Namco 就為咗嘔心呢班人呢，就喺2020頭嗰陣呢，不知廉恥咁推出呢個超限定。超限定呢，就係比限定更加高級嘅存在。本身限定就要121抽保底嘅，而超限定呢，就要去到181抽，而且機師係更加變成51抽保底。你要放滿晒佢呢，就需要35000蚊人仔嘅。你以為抽一部出嚟，然後餵佢食300個哈羅就可以升滿佢嘅話呢？咁你又諗得太美好啦。官方就即刻好皇恩浩蕩咁提供翻個渠道俾你用翻呢啲綠哈羅去換翻啲碎片翻嚟嘅，但係佢嘅比例呢，就係2個哈羅換1個碎片，即係我最少要用600個哈羅，即係我要用20個月儲翻嚟嘅600個哈羅去換，而且每一次就淨係可以換到25個碎片喎，換完就要靠你嘅活躍值去充能刷新先可以再換過，平均要2個星期先可以刷新到一次嘅。而即係話我要起碼半年嘅時間，先至可以用一個比較便宜嘅方法去將呢部超限定去升滿。但係每一次嘅強勢限定呢，由推出到大約半年到9個月後呢，就會俾官方開始下收嘅。而且我辛辛苦苦用嚟儲咗20個月嘅600個哈羅，再用呢半年嘅時間去投資呢部所謂嘅超限定，到我升滿咗嗰陣，點知原來有另一部嘅新機屌打我，真係得白痴先會冒呢個險嘅。咁暫時啦，超限定只有2部嘅。就係 Strike Freedom 同埋布喪女妖命運女神呢2部機，目前為止都係處於最強機體入邊嘅頭3名。
而 Strike Freedom 呢，佢擁有一部好似機關槍咁射唔停嘅龍騎兵浮游武裝。開咗呢個龍騎兵模式之後呢，仲會增加佢嘅 BD 氣槽，而且覺醒技仲可以騎上去部流星號。另外，命運女神就係反智轉身嘅權威機體，一個反智轉身就可以即刻甩落到6所嘅區域，而且佢嘅照射、機雷、射甲榴彈全部都係高發身、高彈速、高命中嘅武裝。真係可以玩到彈出彈入打我一笨嘅感覺出嚟嘅，而且佢嘅改造嘅3改仲可以好似 EXBS 嘅 X 啊或者白色咁，機體 HP 降為0後會切換成殘廢形態。乜叫做殘廢形態啊？你老母俾車撞嗰隻殘廢啊？哦，原來係冇咗隻腳。咁 X 啊 Repair 嗰啲係咪叫半身不遂形態？自護號嗰啲係咪叫死剩把口形態啊？咁當一隻 game 咧可以無啦啦彈隻超限定出嚟呃錢嗰陣呢，邊個可以保證以後 Double O Quantum 同埋 High New 嗰啲啊唔會變成比超限定更加誇張嘅究極限定啊？呢個呃錢嘅慳呢，根本就唔係慳嚟噶啦，你一個慳再深都有佢嘅盡頭，而呢個根本就係無底嘅黑洞嚟嘅。唉，咁呢個黐線遊戲要數呢，就真係冇可能一集就數得晒嘅。咁下一集呢，我哋就會更加深入去分析呢一隻我大祖國限定嘅高達 VS 遊戲究竟係點樣生出嚟。上海嘅 Bandai Namco 同呢個海鷹究竟有住啲咩不可告人嘅關係？點解淨係得國內嘅地區玩家先可以玩同課金呢？另外就會講下呢隻 game 運營咗2年半，中間究竟發生過啲乜嘢事得罪晒所有嘅玩家，仲會再詳細啲講下呢隻 game 入邊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古靈精怪魔改機體嘅。同埋都會講下入邊嘅遊戲生態啦，分析下每個階段嘅玩家應該點玩。如果有興趣入坑嘅玩家，點樣玩先至最有性價比、最保值呢？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啦，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我哋下集再見啦！